年复一年，研究人员们在南极发现了一些无法解释的谜团，这些谜团震惊了主流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从所谓的3座与吉萨金字塔完全相似的金字塔，到卫星图像发现的数十个奇怪的物体，南极仍然是地球上探索最少的大陆。考虑到它是人类文明中最偏远的地方，陆地被埋在至少4.8公里厚的冰层下，这是地球上最冷、风最大、最干燥的地方，这使得考古挖掘和探索极为艰难。今天我们开个脑洞，一起探索一些围绕南极洲的故事。根据化石记录显示，数百万年前，南极就像一个温暖的天堂，被热带丛林覆盖，森林、湖泊、植被和各种野生动物。这导致许多人相信，它在遥远的过去的某个时刻，南极可能是地球上最古老文明的家园。在那里，所有奇怪的发现都只是它存在的痕迹。当然，科学家们不能彻底挖掘4.8公里的冰，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人不知道冰层下面是什么。1929年末，一位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工作的德国神学家发现了一张邓灵皮羊皮纸，上面画有一张地图。这张地图是1513年绘制的，由奥斯曼帝国海军上将皮瑞雷斯编制的皮瑞雷斯地图。非常令人惊讶的是，这张地图却极其详细地描绘了南北美洲。让人惊异不安的是，连南极洲的轮廓都清晰地描绘在了皮瑞雷斯的地图上。皮瑞雷斯怎么能够在1513年知晓南极洲的轮廓呢？更惊奇的是，美国的月球探测器发回的众多地球照片之中，竟然有一张与雷斯地图一模一样。难道皮瑞雷斯的地图是根据一张高空拍摄的图片绘制的？要知道，以当时的技术水平，人类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地图还描绘了南极洲在被冰覆盖之前的情况。南极大陆是在1820年才被发现的，没有人能够解释这是怎么可能的。到那时已经被冰覆盖了很长时间。显然，皮瑞雷斯并没有完全自己制作地图，而是使用了君士坦丁堡图书馆的资料。他发现了来自埃及、希腊人和印度人等古老文明的不同古代地图，连同其他6个来源，每个种族都不想透露这些文明是从哪里获取南极地理知识的。即使我们假设航海者沿着美洲、非洲和南极海岸航行以绘制地图，那么皮瑞雷斯地图应该表明只有海岸特征，但该地图准确地描绘了山川、河流和山地特征。如果没有详细探索，就无法了解这些特征。直到2004年和2007年，使用声纳雷达探测了南极洲，并扫描了冰盖下景观的地形特征。令人惊讶的是，皮瑞雷斯地图描绘了冰层下的所有这些特征。许多人认为这张地图是数百万年前存在的古代先进文明，并描绘了南极洲的证据，或者某种外星人接触，将这些知识带给了古人。无论如何，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在南极洲4.8公里冰层下到底隐藏着什么。我们如果看不到冰层下面的情况，那我们看看海岸线附近的海底，可以在那里找到什么呢？1964年，海洋研究船 USNS Eltonin 乘船深入拍摄海底时，在南极洲附近的水域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在海浪之下13500英尺的广阔地形的无数照片中，一张照片包含了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东西，看起来像是一根固定在海底的大型天线。物体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其起源理论也迅速传播开了。一些人以为它是从船上掉下来或被苏联人放置的，而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它是外星人的，被称为 Eltonin 天线。最早在1964年出现在新西兰先驱报，它被称为海底难题。关于谁能生产出这种看起来很复杂的设备，并能够将其放置在海面以下4500米的沙子中，它由一系列的小圆和大圆连接在一起时，这2个网格的节点形成了南北两极。科学家对这些部分进行几何和数学分析时，发现斜波与光，其中重力和质量等价物都有直接联系。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人可能会认为 Eltonin 天线的起源一直是个谜。一些政客们很快试图掩盖这个故事，他们将这一发现视为一种水下海绵。他们声称照片中拍摄的是一种深水海绵，称为克氏藻。这个理论有很多问题，
例如所谓 Eltanin 天线非常几何，具有精确的角度和结构，与它相比的海绵差距太大，很多人都不相信这一说法，因为这种海洋物种具有无性繁殖，当一小块海绵脱落，并重新附着在海底，形成了几乎相同的生物体，最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群体，会大量的存在于海底。照片的拍摄是在4500米的深度，这个深度没有阳光可以到达海床，使得任何海绵或植物的存在都是不可能的。托马斯·霍普金斯博士是一名专门从事浮游生物研究的高级海洋生物学家，他也拒绝接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那个深度，没有物体是植物的理论，没有光，所以光合作用不能发生，植物无法生存。Eltanin 天线它是相当对称的，并且分支都相距90度，这就是为什么已经争论了这么久。但如果 Eltanin 天线不是自然的，没有人拥有将其安装在4500米深处的技术，究竟是谁将其放置在那里的呢？以及出于什么目的呢？研究人员 Brad Steiger 指出 ，Eltanin 天线精确地放置在4500米的位置上，环绕我们地球的断层线裂缝。断层线裂缝是在岩石圈地球外部被拉开的线性区域，从而产生伸展构造。这使他们相信，该设备被放置在那里，以测量我们的海床数据、地球动力和地震活动。无论是谁把它安置在那里，都远远超出了人类的能力。Brad Steiger 指出，我们的科学还不具备水下航行下降到如此深度的能力，因此我们所知道的，地球上没有人能够在这里将设备精确地放置。我们可以找到公元前6000年的古老岩画，它描绘了与 Eltanin 天线非常相似的东西。这是否意味着天线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6000多年？天线并不是岩画中唯一描绘的东西，但是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奇怪的生物与任何人类明显不同。与人类相比，它们非常高，它们旁边的人类和动物有非常奇怪和奇异的头。这些生物和 Eltanin 天线是否是外星文明，放置不同的设备来测量和观察我们的星球呢？那么除了对这个天线设备的猜测，它们还有没有放置其他设备呢？我们不能不提到最著名的外星物体，它可能也观察我们13000多年了的黑骑士卫星。黑骑士卫星于1950年初由美国科学家和天文学家首次发现，他们认为它属于苏联，而另一方面，苏联则认为它是由美国放置的。在现实中，当时他们都没有将卫星送入轨道的技术和能力，因此导致许多人相信它来自外星，以监测我们的星球。美国国防部委托天文学家克莱德·汤博寻找它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1954年5月14日，圣路易斯快报和旧金山发表了一篇关于黑骑士的著名文章。这个故事突出了对退役海军陆战队少校唐纳德·凯霍的采访。他说，地球正被1-2颗人造卫星环绕。他还补充说，新墨西哥的政府科学家们正在尽一切努力并未确定这颗外星卫星的起源。这篇新闻是在苏联发射地球上第一颗人造卫星 Sputnik 1之前3年写的。之后的50多年来，美国的卫星追踪发现，它一直在传输无线电信号，这让许多人相信特斯拉在1899年听到的电波是来自黑骑士卫星。美国和苏联自从发现这颗卫星以来，就对这个未识别的空间物体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例如，瑞典和世界各地的许多爱好者，其中一个是业余无线电操作员，他显然已经解码了从黑骑士卫星接收到的一系列信号，并将其解释为以 Epsilon Bootes 星系为中心的星图，而这个星图正是起源于13000年前。美国和俄罗斯都拥有将航天器保持在极地轨道的技术。第一颗极地轨道卫星于1960年发射，极地轨道经常用于地球测绘、地球观测，从一个点捕捉地球。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侦查，这会将黑骑士归入观测卫星的类别。这里的问题是谁将黑骑士放置在我们的极地轨道上？谁在观察我们？天文学家和科学家计算出，该物体的重量超过15吨，这将是当时最重的环绕我们星球的人造卫星。黑骑士的轨道不同于其他绕地球轨道运行的物体，与人造航天器相比，它的移动速度是其他人造航天器的2倍。
还有一些报道称，1960年9月3日，在这颗神秘卫星首次被发现7个月后，格鲁曼航空航天公司通过雷达的跟踪摄像机拍下了黑骑士的照片，在东向西轨道上。与其他卫星相比，它可以被视为以更快速度移动的卫星。格鲁曼航空航天公司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数据记录。委员会的戈尔登·库珀说，在他的太空舱前方看到远处有一个发光的绿色物体，朝着他的航天器移动。同时，澳大利亚的跟踪系统在从东到西的雷达上检测到这个不明物体。当时 NBC 报道了这一新闻，但在库珀返回地球后，记者不能向库珀询问不明物体。尽管美国宇航局试图用更世俗的解释来掩盖库珀所见的是二氧化碳导致的幻觉，但他离开公司后的一生都在披露，并详细描述他在不明飞行物和其他无法解释的现象中经历的故事。他经常谈到政府试图掩盖不明飞行物和无法解释的活动，所以他很可能看到了黑骑士卫星。1973年，一位苏格兰天文学家兼作家邓肯·鲁南 （Duncan Lennon） 意识到它的存在。他在外太空无线电信息中发现并破译了一条隐藏的无线电信息。消息说，从这里开始，我们的家是在 Epsilon 木夫座，这是一颗双星，这里有7个星球，我们生活在第6颗星球上，第2个星球是最大的，这也是我们的太阳，并希望以此为起点对外发展。我们的第6个星球有1个月亮，我们的第4个星球有3个，我们的第1个和第3个星球各有1个。我们的探测器在你们的月亮轨道上，这次更新在我们地图上显示的是大角星的位置。这表明黑骑士卫星在人类不知情的情况下，一直在地球轨道上漫游了数万年。这颗神秘的卫星在地球轨道上移动，时不时地发射无线电频率，然后这颗外星卫星已经成为全世界都感兴趣的话题。直到今天，关于这个神秘物体的大部分信息都没有人知道谁将那颗卫星放置在我们的极地轨道上的问题，以及放置黑骑士卫星的目的。有2种理论，一种理论认为黑骑士卫星是外星起源，它被放置在这里以监测我们的物种。另一种理论表明，卫星的起源不是外星，而是一个古老的人类，放置在这里的是一个古老的人类种族，在科学上取得进步，并在毁灭之前发射了卫星。你认为黑骑士卫星和 Eltanin 天线的目的是什么？谁把它们放在这里？让我们知道您开个脑洞的想法吧，请您放心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吧。如果你今天觉得这个影片还不错，请给这部影片一个赞，并与朋友分享。但先别急着用 Eltanin 天线与黑骑士卫星取得联系，因为我们还有许多有趣的影片会陆续分享，等你观赏呢。你只需要关注我们的频道，或者告诉我们您想要看的影片，就可以尽情享受。持续锁定我们，大家一起开个脑洞吧。